我爹出京那天，那时我才13岁，只敢偷偷看。夫人，我这趟出京，少则1年，多则3年。堂堂的事，你一定要记牢。老爷放心，我记着呢。让堂堂学琴，3年后宫中采选，他若能入宫献艺，或许能替谢家求一条生路。学琴、入宫、保命，我都记住了。是琴，我懂，是琴。大人，该启程了。总之，别让他太招摇。明白，低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查的是皇后旧案，身边满是耳目。第2天，我满心以为家里会来一位琴师。谢家姑娘好才情。娘，琴师呢？这不都是吗？他会弹琴？不会弹琴，但会弹人脑壳。他会教曲谱？曲谱我不会，不过我会读心谱。那他呢？我会开锁翻墙藏宝贝。娘，我爹是不是得罪人了？你爹说宫里凶险，别人家的姑娘靠脸，咱们谢家的姑娘靠本事。可我爹说的是学琴吧？对啊，学琴，不是琴棋书画的琴吗？擒贼先擒王的擒。这不对吧？抓人不能看脸，越可怜的人背后越可能藏刀，服不服？不服！再来！那天我整整被摔了27次。糖糖，要不明日歇歇？娘，你不是说宫里凶险吗？那我多歇1天，来日进宫就可能多一份危险。我不教你打人，我教你看人。那个卖糖人的刚和老婆吵不过架，为什么？他嘴上笑，手却一直捏着钱袋，心里有火。那个穿青衣的书生欠了赌债，你自己猜，猜错了罚抄卷宗，猜对了呢？猜对了还是罚抄卷宗。为什么？你以后若进宫，猜对了能活，写得清楚才能让别人死。这话听着不吉利，但很有用。我年轻时也就走过几回夜路，玉簪藏在这屋里，找出来算你赢。看看你自己头上，往往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我记住了。3年时间过得很快。好。夫人，能不能等他松手再叫好？糖糖，宫里采选的帖子来了。我闺女长得好，身板也好，进宫肯定压得住场子。娘，采选不是比才艺吗？是啊。那我会什么才艺？你会擒人，你还能审人，还会开锁。娘，你确定皇上喜欢这个？不知道。娘，你哭什么？明明还是个小孩，怎么一转眼就要进宫了？那我不去了。不行，圣旨和帖子都来了，不能不去。燕师傅说了，出门在外身上得有家伙。娘，我是去采选，不是去劫牢。宫里和牢里差不多，门都有人守，都不好出来。献艺开始。刑部侍郎谢怀远之女谢云堂上前献艺。谢姑娘，请。让堂堂学琴，我都记住了。我爹说学琴，我娘让我学了3年琴。宫里采选的帖子来了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谢姑娘，请。我根本不会弹琴。琴弦怎么自己动了？谢姑娘，这是不会弹吗？谢姑娘，开始献艺。献艺之前，臣女能先抓个人吗？谢姑娘，不可胡闹！殿前失仪是大罪。哼，谢姑娘若不会弹琴，也不必用这种法子引人注目。刑部侍郎家的姑娘，怎么像衙门里出来的？她该不会真把采选当审案了吧？常师傅说过，
会藏的人最怕2样东西，一是动静，二是耐心。这才像话。赵师傅教过，死尸嘴里多半藏毒。别弄破。你叫什么？回陛下，她是刑部侍郎谢怀远之女谢云堂。你刚才说献议之前先抓个人，是。现在抓到了。是。你学过武？家母说，臣女学的是琴。谢姑娘真会说笑，臣女不敢。琴能弹成这样，也算少见。臣女弹得不好，是不太好，但抓人抓得不错。刺客怎么会混入采选大殿？奴才该死，臣等护卫不力。陛下，太后受惊，臣妾有罪。她在恼怒。带下去严审。拦住他！今日采选出了刺客，是禁军失职，但谢云堂擒贼有功，救驾有功。谢云堂，臣女在。你可愿入宫？臣女听凭陛下安排。皇帝，此女虽有功，但采选之事还需按规矩来。母后放心，朕不坏规矩。此女胆大心细，擒拿有术，若困于后宫，倒是埋没了。传旨。谢怀远之女谢云桃殿前擒刺，有护驾之功，着入宫正司，任7品司察，专查后宫犯禁、宫人失职、禁中可疑之事，即日领牌。宫正司司察，我不是来采选的吗？怎么变成查宫规的女官了？宫里不缺会弹琴的，但正缺一个会擒。我若说不愿，就是抗旨。臣女谢恩。起来吧。感觉揽了个麻烦活。怎么样，陛下可喜欢你的才艺？应该算喜欢。留下了吗？留下了。我就说我闺女行，快去告诉你爹。爹回来了，下午刚到，连官服都没换，就问你采选如何。堂堂回来了。爹，采选如何？老爷大喜！陛下留牌了？何止留牌，咱们堂堂当场立功，陛下亲自下旨让他入宫做官。做官？什么官？宫正司，7品司察。你不是去弹琴的吗？弹了呀，也不算全弹。那你到底献了什么艺？抓了个刺客。我让他学琴。是啊，学琴。琴棋书画的琴，不是擒拿的擒吗？你把采选大殿当刑部大堂了。老爷，宫正司、司察、陆贵妃、陆相，你这是进了狼窝！老爷，你别吓我！谢大人这3年奔波在外，身子本就亏损，今日又受了大刺激，得静养。我知道，他大概以为我是那个大刺激。老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哭得厉害，只听见你说学琴入宫保命，我还以为你是怕宫里人欺负堂堂，所以才让我给他请捕快。夫人，我在。你这耳朵。谢姑娘安好，这是官服和文书。这衣裳好，方便动手，方便当差。谢司察，明日卯时先去公正司报道，省长令会安排您的差事。有劳公公。陛下说，谢司察昨日殿前擒贼，胆识过人，往后在宫里也要好好当差，莫负圣恩。臣谨记。你先出去。
爹，宫里来人了。你知道公正司是什么地方吗？管后宫规矩地方。公正司表面管宫规，实则管的是后宫所有人的错处。每一件小事后面都可能站着一个你惹不起的人。查宫女、太监各宫旧账，尚算名正言顺，可一旦迁到刑部、户部、禁军和朝堂，就麻烦了。比如陆贵妃，你也看出来了。昨日刺客动手时，她先看的是我，不是皇上。陆贵妃是陆相之女，你爹这3年查的案子，处处被他的人阻拦。如今你在采选大殿上抢了他的风头，又坏了他的局，他不会放过你。那个刺客是他的人，没有证据不可乱定。爹，你当年让我学琴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5年前，中宫皇后暴毙，皇后死后第3日，有人把一封无名信送到刑大门口，信上只有8个字：后宫有鬼，皇后非病。那封信是给爹的。我查了3年，只查到这案子牵连甚广。我本想让你学琴，借采选入宫，便有机会接近皇后9宫，那里面或许还藏着当年的线索。云堂，你现在的位置比我原本想的危险10倍，你走错一步，谢家都可能跟着你一起死。父亲，去吧。不过你要记住，皇帝年轻但不傻，他看中你是因为是新刀，新刀好用，也容易折。谢司察，昨日殿前擒贼，今日便来当差，果然是陛下看中的人。见过沈长令。进入公正司，往后便是一家人。你初来乍到，先从简单的做起，听凭长令安排。今晚你去掖庭查验，掖庭人杂，规矩乱，最适合新人练手。你既会抓人，想必不怕。是，谢司察果然爽快。谢司察，掖庭夜里不太平。怎么不太平？死过人。宫里哪里没死过人？司察大人，掖庭常有犯错宫人关押，也有废弃旧库，平日里各宫不要的人都往这里塞。这里人多嘴杂，出了事也难查。所以沈长令让我来，哪是练手，分明是下马威！别乱说，果然是针对我。哟，新来的司察大人，开门。大晚上的查什么？查夜。掖庭一直这样，没什么好查的。你干什么？你既然不想开，我自己来。谢司察，这里不是刑部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那你最好别犯事。大人，那间屋子册上写的是空置。泥印很浅，来人脚不轻，应该是刻意放慢过。你们留在外面。大人，您一个人进去。若一盏茶后我没出来，就拿着这个去公正司报信。还是热的，人刚死不久。这不是吊死，是被人从身后勒死的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进来。别喊！死人啦！来人啊！谢司察第1天查夜就逼死了人！你胡说！我们大人才刚进来，血书都在这儿，还说胡说？谢司察，您刚进宫就弄出人命，这事儿可遮不住。我说要遮了吗？去公正司请沈长令，再去请慎刑司仵作。慢着，谢司察杀人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想串供？让开，让开！谢司察，这里是掖庭，不是你谢家。你再懒，我现在就按宫规治你一个阻挠查案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窗户是从外面打开的，这间屋子是谁管的？不知道。空置屋子，按规矩谁管钥匙？掖庭各处钥匙都由值守太监保管，也就是说，这间屋子空置，门却开着，你不知道？掖庭屋子多，风吹开的也说不准。像一片叶子。谢司察，你第1天当差就闹出人命。沈长令，死者不是自己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尸体还没放下，仵作也没验，
你怎么知道？勒痕横直，白流磨痕浅，脚腕有勒痕，窗台有撬动痕迹。血书字迹发虚，写字人手腕无力，极有可能是被逼着写的。这不是自尽，是谋杀。仵作未到之前，任何结论都不能定，所以臣请长令封锁掖庭，查今夜各处出入。血书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所以更要查。若不查，明日宫里传出去的就是公正司新来的谢云堂逼死宫女。长令大人，这污名落在我身上，也落在公正司身上。封一庭，今夜所有值守宫人一个都不许走，等慎刑司仵作来。你留下。凭什么？凭你管钥匙，凭尸体出现时你来得太快。我是听见动静才来的。什么动静？张德海，你方才在哪里？奴才在门口值守。从正门到此处至少也要半盏茶，你来得太快了。申长令明鉴，奴才只是听见有人喊死人了，这才赶来。没人喊，我只喊了一声大人。你这小蹄子胡说！威胁证人，再加一条。不是吊死，死者先被绳索从身后勒住，断气后才被挂到梁上，死亡时间不超过半个时辰。血书呢？字是死者写的，血也是死者的。你们听见没有？血书是真的。右腕有重压淤痕，写字时应被人按着，他不是自愿写的。死者指甲里的黑灰，能看出是什么吗？药渣灰，像是烧过的川乌和曼陀罗。宫中禁药，少量可止痛，多了可迷人心智。长令大人，臣想查掖庭旧库，为何？死者鞋底有红泥，指甲有药渣灰，职业册上掖庭西角有一处废弃旧库，位置靠近花铺，有地方能藏药的话，那里最合适。钥匙，旧库钥匙不在奴才这儿。曼陀罗、夹竹桃叶，这些东西宫中严禁私藏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长令饶命，奴才只是替人看着旧库，奴才没杀人。谁让你看着？奴才不知道。你方才喊得最快，钥匙也在你身上，尸体是你挂的，血书是你摆的，禁药也是你看着的。你现在不说，所有罪都是你的。不是奴才，奴才只是拿银子办事儿，是有人让奴才把那宫女带来，在谁？有人要杀奴才。那就说，现在说，你还有活路。奴才不知道主子是谁，来传话的是陆贵妃宫里的彩月姑姑。奴才当时没敢细看。他在撒谎。奴才没有。你见到的未必是彩月，有人借陆贵妃的棉头让你办事，你认为不是陆贵妃，不一定，也可能是他，但证据太刻意。此案未结，你继续查。是。谢司察，陛下召见。消息传得真快。陛下想看看谢司察第一夜入宫到底抓出了什么东西。谢司察，陛下让你进去。听说你昨夜很忙。臣办差不力，惊扰陛下。第一夜去丽亭，便查出一具尸体，一批禁药。你觉得这叫办差不力？臣没有抓到人。哦，这些是昨夜查到的东西，表面看线索都指向陆贵妃，守门太监也招了，说是陆贵妃身边的彩月姑姑让她办事。表面看太表面了，玉牌掉得太巧，张德海招得太快，秀剑来了也太及时，像是有人怕他说真话，又怕他不把陆贵妃咬出来。陆贵妃有没有嫌疑，臣不敢断，但这条线若查得太急，只会被人牵着鼻子走。臣以为昨夜那具尸体不只是用来陷害臣，也是用来逼臣去咬陆贵妃。谢怀勇倒是交了个好女儿。这个纹样你昨日也见过。采选大殿上的刺客，袖口有类似叶纹。
你觉得两件事有关？臣不敢断。又是不敢断，你胆子不小，怎么到了朕面前总是不敢？查案只看证据，不看胆子。你可知陆贵妃是谁？陆相之女。这件事你继续查，但朕要你记住一点，请陛下明示。朕要的是证据。你若查到陆贵妃，朕不会拦；若查到扒人，也不必顾忌。但你若被人当刀使，乱咬一口，没人会保你。臣明白。叶庭禁药案，朕给你3日。这块令牌只补你这3日的权限，3日内查清叶庭禁药从何处来。若有人拦我呢？那就让他来找朕。臣领旨。行了，回宫正司吧。宫里消息传得比风还快。谢司察，宫里的差事不好办吧？比抓贼麻烦。贼有时候比人讲道理。大人，陛下没罚您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宫里香料归谁管？内香局。药材呢？太医院和私药房。各宫的香料如何分发？贵人以上，各宫有定例。太后宫中的香料单独供给，由秦嬷嬷验收。是太后身边的秦嬷嬷。是，大人怀疑寿康宫？我不怀疑寿康宫，我怀疑所有用香的地方。秋穗去内香局近3个月的香料分发册。太后近来睡不好，宫里有传言说太后近几个月头疾加重，夜里常醒，白日易怒，难怪最近各宫请安，娘娘们都不敢多说话。谢司察要查香，查寿康宫近3个月的安神香。寿康宫的香料都是上等品，绝不会有问题。我还没说有问题。把近3个月的安神香取出来。香味很淡，但里面有一丝极细的苦味。这些香是谁配的？方子是太医院给的。调香是谁？内香局的人。谁负责寿康宫？是香女阿离。叫来。寿康宫的安神香是你调的？是。谁给你的方子？太医院。谁让那你加的这味药？奴婢不知道。你若不知道，怎么会怕成这样？奴婢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有人说那只是更助眠。谁说的？谢司察好大的威风！秦嬷嬷，她就是秦嬷嬷，太后身边最信任的人。太后的安神香，也是你一个7品司察能查的？臣奉旨查禁药。哼，拿陛下来压寿康宫，臣只是按令办差。谢司察，宫里不是刑部，有些地方不是你想查就能查。嬷嬷若觉得臣越权，可以去御书房告臣。你寿康宫的安神香，臣还是要带走验查。你敢？臣敢。好，谢司察年轻气盛，老奴记住了。嬷嬷，不好了！太后娘娘服了药，突然昏过去了。什么？拿下她！嬷嬷最好想清楚，太后若真是中毒，耽误查案的人也要担责。太后娘娘出事前，只有你在查寿康宫的香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去公正司找沈长令。谢司察，怎么又是你？娘娘，都是老奴无能，老奴没拦住谢司警查寿康宫的香，他刚查完，您就出了事。拿下谢云桃，打入慎刑司。太后娘娘圣明，
谢思茶仗着陛下看重，竟敢查到寿康公头上，老奴拦不住他，老奴有罪。太后娘娘息怒，谢思茶年轻，或许只是办差心急，并非有意冲撞寿康公。赵师傅教过我看人。太后娘娘，您这几个月是不是夜里多梦，醒后头疼，白日易怒，闻到浓香时胸口发闷？你胡说什么？您每日服的安神汤，是否刚入口时发苦，过后却有一点回甘？你怎么知道？娘娘，她方才查了寿康公的香，自然知道些皮毛。香气不浓，但飘得很沉。臣不是知道皮毛，臣是知道太后娘娘现在不是中毒。不是中毒，那娘娘为何突然昏厥？是香和药相冲。放肆！药是太医院开的，香是寿康公用了多年的安神香。臣若真要害您，不会站在这里提醒您。臣查香是因为略廷死去的宫女指甲里有药渣灰，那药渣灰与寿康公安神香里的东西相似。您若现在把臣拖去慎刑司，真正下手的人会立刻灭证。臣只求半炷香，半炷香内若臣查不出问题，臣自己去慎刑司。娘娘不可听他狡辩，给他半炷香。药方，方子很正，全是安神的药。太后今日可加了别的药？没有。娘娘近日头极重，老奴让人加了一味彩球。谁开的？孙太医说过，彩球可缓头痛。老臣是说过楚康公可治头痛，但不曾让娘娘今日加。许是老奴记错了。这里面有曼陀罗沫。孙太医，你看清楚再说。太后娘娘，确有曼陀罗沫，此物少量可镇痛助眠，但若与安神汤同用，再加掺油行血，便会让人心悸头晕，神志不清。这香，哀家用了多久？娘娘，寿康公安神香一直都是内香局送来的，老奴从不敢私自更改。可内香局的册子上用量翻了1倍，每次天领都是嬷嬷签收。谢思茶，秦嬷嬷伺候太后多年，对太后忠心耿耿，会不会是内香局的人做了手脚？所以内香局的人也要查。你能解？臣不能，孙太医能。娘娘只是香药相合，一时昏厥，并非致命。停香换药，开疮散气，再服清解之方，便能缓过来。照办。娘娘暂无大碍。谢云堂，臣在。你胆子很大，臣惜命。惜命还敢顶撞哀家？臣若不顶撞，现在已经在慎刑司了。太后娘娘，谢思茶虽言语直了些，但今日确实救了您。你倒是会替他说话。臣妾只是担心娘娘凤体。秦氏，老奴在。这香是你签收的？是。川芎是你让人加的？老奴只是见娘娘头疾难忍，一时心急。香中有曼陀罗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奴不知，老奴伺候娘娘30年，便是死也不敢害娘娘啊！臣想问秦嬷嬷几话。问。寿康公安神香用量为何翻倍？娘娘近来睡不好，加香助眠。粗琼是谁送来的？太医院。太医院谁送的？哪个药童？老奴不记得。嬷嬷记得曹姑姑，却不记得送药的人。宫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老奴岂能人人记得？寿康公的香，每日是谁亲手点的？谁点的？是老奴。嬷嬷既然亲手点香，就该知道近日香味比从前沉。老奴年纪大了，鼻子不灵。可方才在内香局，臣刚查香，嬷嬷便赶来阻拦。嬷嬷不是鼻子不灵，是心太灵。你血口喷人！秦嬷嬷确实可疑，可她表现得太明显，一个被推出来挡刀的人。把秦氏压下去。娘娘，老奴伺候您30年啊！正因为30年，哀家才没让人当场杖逐你。压下去。谢云堂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后不后悔不知道，
但嬷嬷现在最好先想想自己还能不能活过今晚。你什么意思？臣以为秦嬷嬷未必是真正下手的人。你刚刚才逼问她，现在又说她不是。臣只说她有问题，有问题不等于主谋。你查案倒是会给自己留退路，不是给臣留退路，是给真相留退路。查这件事，哀家给你3日，若查不清楚，你自己去慎刑司领罪。臣领命。大人，刚才吓死奴婢了。我也吓死了。大人，您方才连太后都敢顶撞，哪里像吓着了？怕的时候更要说话，不说话就只能挨打。大人，秦嬷嬷被关进了寿康宫偏房，不是送慎刑司吗？太后娘娘念旧情，暂时没送慎刑司。去偏房。现在？太后有娘娘有令，秦嬷嬷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奉旨查禁药。谢司察，您别为难奴才。怎么会这样？方才还好好的。是太后。秦嬷嬷若是指认太后，不该只写一个后，这个后包含了太多。凶手可能从上面进出，或者秦嬷嬷死前抓到的那个人身上沾着旧宫墙灰。宫里哪些地方多年未修，墙灰会旧成这样？废宫，后宫废弃的宫殿不少，可若说最久没人动的是后殿，后殿，皇后旧宫。秦嬷嬷不是在指太后，她在指皇后旧宫。大人要禀报太后吗？禀报。可太后娘娘刚刚随行，若再听见秦嬷嬷死了，瞒不住，反而越瞒越像我们心虚。而且我要查后殿，必须有人点头。可是太后会让我们查吗？她不一定会让，但我们必须让她知道秦嬷嬷临死前留下了什么。秦嬷嬷被割喉，倒在偏房房地砖之上，死前在地板写下了一个后字。你怀疑什么？臣怀疑秦嬷嬷临死前指的不是太后娘娘。那你觉得她指的是谁？皇后旧宫，后殿。谢云禾，皇后已经死了5年，你一个刚进宫的7品司察，也敢查到先皇后身上？臣不敢查先皇后，臣查的是现在还活着的人。若不查，线索就断了。线索断了，也不许查。太后娘娘险些被香药所害，秦嬷嬷马上就被人灭口。若幕后之人能在寿康宫杀人，就能再害娘娘第2次。臣查后殿，不是惊扰先皇后，是为了太后娘娘。你倒是会说，因为臣惜命，也惜太后的命。后殿要是不在哀家这里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不许查，在陛下那里，这是默认了。臣明白。滚！大人，真的要去求陛下开后殿。秦嬷嬷死了，线索只剩这一个方向。后殿不好进。为什么？5年前皇后娘娘薨逝那晚，听说不止皇后死了，还有谁？听说当晚有一名禁军副将失踪，宫里的卷宗上写他畏罪潜逃，可有人私下传说他根本没逃出去。他死在宫里了，宫中封锁，禁军失踪，皇后暴毙，无名信送到刑部，这些东西终于开始连起来了。谢司察，陛下正在见大臣。我可以等。又出事了。秦嬷嬷死了。死了？死在寿康宫偏房，喉咙被割。奴才这就去禀报。进来。秦嬷嬷死在寿康宫偏房，喉咙被割，死前留下一个后字血痕。你想查后殿？是。太后知道了？知道。她准了。她让我来找陛下。母后倒是会把难题丢给朕。
谢云长，臣在。你知道后殿是什么地方吗？先皇后旧宫。朕的皇后死在那里。5年前，朕刚登基，根基不稳，所有人都让朕别查，所以朕封了后殿。不是因为朕不想查，是因为那时的朕查不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也未必查得了，但你可以试试。后殿封了5年，里面所有东西理论上都保持原样。你进去后只能看，不能乱动。臣明白。带谁去？春桃、秋穗2个宫女，人多，动静大。人少，若你死在里面，朕连尸体都不好找。那请陛下派2个不说话、手稳、不会乱碰东西的人。奴才去安排。臣告退。谢云长，若在里面发现什么，先带来给朕。臣领命。大人，真开吗？都到门口了，不开，难道来上香？一股陈旧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大人，这地方像是主人刚走，灰尘不均，说明这5年里有人来过，脚印很浅，是最近留下的。守门，看窗。是刀锋刮的，皇后若是病死，床帐上为什么会有刀口？春桃把灯举低，床底有暗格。韩慎，大人，这就是5年前失踪的禁军副将。大人，有火油味，堵不住，这是要烧死我们。窗被铁条锁死了，从外面加了锁。大人，怎么办？燕师傅说过，人住过的地方一定会给自己留退路。大人，火烧进来了！秋穗，我以后再也不说后殿闹鬼了。记住，比鬼更可怕的是人。谢司察，现在去哪儿？去找陛下。是你放的火！不是奴才，不是奴才。确实是刚用过，谁让你来的？奴才不知道，有人给了奴才10两银子，说等后殿起火就把罐子丢进井里。谁给你的银子？是刑部的人。又是刑部？你认识那人？不认识。长什么样？穿着灰衣，脸上有疤。活口别丢。政务呢？果然是他。陛下知道韩慎？5年前，皇后出事当夜，韩负责后殿外侧禁卫。第2日，他失踪了。禁军呈上来的说法是畏罪潜逃。罪名是什么？私通后。他的腰牌藏在皇后床下暗格，说明他那夜进过后殿，也说明他可能没有逃。你说后殿放火的小太监又咬了刑部？是。刑部。陛下，臣以为有人在栽赃刑部，或者说栽赃我父亲。你回谢府一趟。现在？没错。陛下，是不是谢家出事了？谢怀远被弹劾私吞边捐军饷。什么？弹劾折子递到御前，
刑部和督察院同时派人去谢府拿人。证据呢？有一份军饷调令，上面有谢灵远亲笔签押。不可能！可条令是真的。谢云堂，臣在。你回去可以看，可以问，但不许抢人。若他们冤枉我爹呢？那就去查清楚，还他清白。若他们要把我爹带走呢？让他们带走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救他，只会让背后的人断尾。只有你爹入狱，他们才会以为谢家倒了，才会继续动手。所以我爹只是饵。父亲说过，皇帝不是完全可信，他需要查案，所以我爹可以成为饵，谢家也可以。臣明白，陛下要的是大局，臣要的是我爹活着。这两件现在刚好不冲突，所以臣听旨。可若哪天冲突了，臣会选我爹。去吧。我家老爷身子还没好，你们不能带他走。谢夫人，谢怀远涉嫌私吞边关军饷，证据确凿，本官奉旨拿人。什么证据确凿？我家老爷这些年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，他去哪里私吞军饷？周御史，糖糖，娘，别怕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陛下让我回来看看。调令呢？印是真的，字也是真的。这字是我的，老爷，但内容不对。原本写的是什么？3年前，我确实签过一份调令，但调的不是军饷，是边关旧案卷宗。那批卷宗牵扯5年前皇后旧案，我让人秘密送入京中。有人把卷宗改成了军饷，这里被刮过。谢司察慎言，这份调令被改过，即便文书有疑，也要带谢大人回刑部审问。你们明知有疑，还要带人？规矩如此。糖糖，别冲动。爹，我会查明真相。我知道，3年前那批卷宗，真正送入京后没有进刑部，去了哪里？宫里。谁收的？带走。老爷，糖糖，你爹怎么办？我救他。怎么救？谁改的文书，我就找谁；谁把卷宗送进宫，我就查谁；谁想让我爹背这个罪，我就让谁吐出来。谢司察，娘娘听说谢大人下狱，心里很是难过。娘娘说，谢司察如今还查着宫中案子，想必分身乏术。若需要帮忙，长乐宫愿意替您说句话。说什么？说谢司管大义灭亲，清查谢家。回去告诉贵妃娘娘，我会查谢家，也会查长乐宫，谁也别急。明日开始，公正司重查3年前所有入宫卷宗，第一份就从长乐宫的修缮银帐开始。谢司察，长乐宫是贵妃娘娘的寝宫，我知道。公正司查案不挑人高不高兴，奴婢会如实转告娘娘。那就劳烦姑姑转告仔细些，免得娘娘误会。谢司察，你刚回宫就要查长乐宫？是。你父亲刚被拿入刑部大牢？是。这个时候你不避嫌，反而要查3年前入宫卷宗。正因为我父亲下狱，臣才更要查。你不怕别人说你借公正司之权替谢家翻案？怕，但别人说不等于我不能做。谢家案牵扯3年前入宫卷宗，臣若因父亲下狱就避嫌，那才是正中幕后之人下患。你想得倒清楚，不清楚不行。我爹在牢里。长乐宫3年前确有一次大修，但那时陆贵妃还未入宫。一座还没住主子的宫殿，为何突然大修？谁批的银子，谁承办？银子从哪里来？这些都要查。公正司库房里的旧册子你可以调，但我提醒你一句，查账不是抓人，你若只会用擒拿那套，查不到东西。臣知道。知道就好。还有，谢怀远若真有罪，公正司也护不了你。臣不是要公正司护我，臣要证据护我。大人，这么
么多怎么看？从最笨的法子看。什么法子？逐字看。大人要找什么？找重复出现的人。同一个人若同时出现在长乐宫修缮、寿康宫香料、太后佛堂、3年期边关卷宗里，就一定有问题。奴婢明白。还有银子，凡是从户部拨出却绕进内库、佛堂、宫殿修缮的，都记下来。大人，奴婢忽然觉得抓人好简单。抓人确实简单，账册不一样。他只安安静静躺在那里，不会叫，也不会求饶。这个名字出现了3次，陆承安，姓陆。陆承安是谁？陆贵妃的堂兄，陆家人。线终于露出来了。查陆承安。奴婢去打听。别去外面乱问。为什么？你今日一问，明日他就会知道我们查到他了。那怎么查？查他3年前进宫的日子，看他见过谁。大人，3年前6月初7，陆承安入宫，名义是和长乐宫修缮款。同日，他还去了寿康宫，见谁？秦嬷嬷。秦嬷嬷，又是他。大人，还有这个，3年前6月初8，寿康宫向内库请银5000两，用途写的是佛堂修缮。我爹被栽赃私吞3万僧所边关军饷，而宫里3年前正好有3万两银子流入陆家人承办的修缮账目。有人拿我爹调捐东的旧文书改成调军饷，若我查不到宫里的账，我爹就说不清。可银子不是进了谢家，是绕进了宫里，进了陆家的手。这也太坏了！轻点儿。大人，要立刻禀报陛下吗？还不够。为什么不够？账册只能证明陆承安经手过3万两银子，不能证明这就是被改文书上的那3万两，更不能证明他改了文书。那还要什么？原始调令。我爹签的原始调令，写的是边关旧案卷糟，现在被改成军饷。只要找到调令原件被改前的痕迹，或者找到当年接收卷宗的人，就能证明我爹无罪。调令原件现在应该在刑部。大人，刑部现在正关着谢大人，您要去刑部，不会被拦吗？会，不但会被拦，还会有人等着我去。我也必须去。查到陆承元了？是。你比朕想的慢了一点。陛下早就知道。知道。那为何不抓？抓他容易，抓陆承安背后的人难。又是饵，又是钓鱼。不高兴？臣不敢。你敢得很。谢云堂，你父亲入狱，是朕暂时没救，但他现在在刑部大牢，比在谢府安全。牢里安全。谢府昨夜若没有督察院的人围着，你觉得放火的人会不会去谢府？幕后之人想让谢怀远背罪，但在他们找到最后一样东西前，谢怀远不能死。什么东西？3年前那批卷宗。卷宗还在？应该在。在哪里？他也不知道。臣要去刑部看原始调令。可以。陛下知道臣会来求这个。朕知道你不会坐以待毙。臣这就去刑部。谢云堂，不要单独见你父亲太久。刑部现在未必干净，你见他的每句话都可能传到陆相耳朵里。臣明白。我要看关押谢怀时搜出的所有文书。去取。纸是真的旧，边缘磨损也自然，可军饷二字附近的纸质确实比别处薄，刮痕更明显。这只能说明纸面有损，不能说明文书被改。我没说完。你要做什么？看旧墨。燕师傅教过我，被刮掉的字，即便重新复写，也会在纸仙里留下细痕。
那2个字很模糊，但隐约能看出不是军饷，而是卷宗。孙郎中，现在可以证明文书被改了吗？当年谁经手这份原始调令？孙郎中，这份文书从卷宗改成军饷，不可能无声无息。你现在不说，谢怀远背罪，日后案子翻出来，你也逃不了。3年前，这份调令曾被借出过一次。谁借的？督察院。谁？周御史。就是昨夜去谢府拿人的那个周御史。借去做什么？复核边关旧案。什么时候还的？7日后。7日，足够改一份文书。我要见谢怀远。不可太久。我知道。查到了。调令被改了。好。我知道。你查到卷宗去落了吗？还没有。爹，那批卷宗进宫后，到底交给谁了？我没私吞军饷，你若还认我这个爹，就查清楚。爹放心，女儿一定还您清白。佛，太后佛堂，护好你娘。我会的。谢司察，时候到了。爹，我会救你。爹信你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陆承安死了。果然，他们开始断尾了。怎么死的？说是畏罪自尽。还有，陆贵妃娘娘刚刚派人送来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娘娘说，谢司察查得这么辛苦，不如先去太后佛堂看看。他要么知道我已经查到了佛堂，还是想把我引过去。大人，咱们真去吗？去。这明显是陷阱。要不要先禀报陛下？来不及。一份送御书房交给冯公公，一份送省长令。奴婢明白。那奴婢呢？你跟我去佛堂。谢司察，太后娘娘身体不适，佛堂不见外人。奉旨查禁药旧账。香太浓了。大人，这里好像没什么。太干净了，一小块地面颜色更深，像常年有人踩踏。推不动。一股腐冷的气息从地下冒出来。大人，下面不会真有人吧？你在上面守着。大人，下面黑。我知道。万一有埋伏呢？所以你守着。石阶很窄，越往下走，气味越重。你是谁？他的舌头被割了，他说不了话。大人，我害怕。嘘。我是公正司司察谢云堂，奉旨查5年前皇后旧案，他一定和5年前的事有关。你认识韩慎？韩慎死了吗？皇后是病死的吗？是谁害了皇后？像是他用石片、铁链甚至指甲一点点刻出来的。醉奴良久，冒死留证。你叫良久，皇后察觉边关粮道异常，而且和陆家有关，于是暗中搜集证据。结果韩慎奉命护送证据被杀，皇后也在那夜旧疾复发。大人，这可是谋逆啊！
很浅，像是新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韩慎的尸体在北井？有人来了。太后娘娘有令，佛堂走水旧患未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委屈你一下，现在还不能带你出去。他们若知道你还清醒着，必死无疑。谢思茶果然在这里。彩月姑姑消息真快，娘娘担心太后佛庭被人惊扰，特命奴婢来看看。那看完了吗？恐怕还没有。谢思茶方才在佛堂里做什么？查账。账册在公正司，佛堂里哪来的账？不查怎么知道没有？长乐宫的人来寿康宫佛堂搜什么？神掌令，奴婢奉贵妃娘娘之命。贵妃娘娘的命令能大过太后？谢思茶，查完了吗？暂时查完了，那就走。查到了什么？这位公正司掌令一直不算帮我，但今日他来的正是时候。查到了能让人掉脑袋的东西。那你最好先保住自己的脑袋。谢司察，陛下召您立刻去御书房。我想起良久刻在石壁上的字，我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。回禀陛下，臣现在去北井。若陛下要罚我抗旨，等臣把证据挖出来，再去领罚。这后宫最偏的角落，最适合藏住见不得光的秘密。若良久刻的字属实，5年前消失的韩慎就在这井底。大人，真要挖吗？不是挖，是开。可这地方怪阴森的。死人在井里躺了5年，当然阴森。是慎刑司管事太监临时派来的人，说是帮忙，其实是盯着我。谢司察，这种粗活让奴才来。那你来。井不深，水早就干了，封了5年的秘密也该见光了。取绳来。谢司察，要不先禀报陛下，再让人来挖。你怕？奴才不是怕，只是这井里若真有尸骨，事关重大。正因为事关重大，才不能拖。找到了，沉了5年的冤屈，终于要见天日了。果然是韩慎。大人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放竹筐下来。韩副将得罪。哭什么？大人，您现在比鬼还吓人。谢司察，没有陛下明旨，你撕开北井，擅挖尸骨，可知是什么罪？我奉旨查皇后旧案，这是案子的重要物证。陛下召你去御书房，你却抗旨不去，如今又在宫中私挖旧尸，谁知道这尸骨是不是你提前安排？你胡说！我们大人才刚知道北井线索。拿下！韩慎尸骨刚出井，还不能动手，不然就是抗命拒捕。尸骨和证物送御书房。不用你说，全带走。陛下，谢云桃抗旨不入御书房，撕开北井，挖出不明尸骨，臣奉命将其拿来。北井尸骨，经铁牌确认是5年前失踪禁军副将韩慎，尸骨背后有致命刀伤，骨中卡有断刃。韩慎不是畏罪潜逃，是被人杀害后藏尸北井。韩沈？怎么会？证物呢？全部带来了。他竟然死在宫里！陛下，韩慎若真死在宫里，自然该查。可谢思扎今日行事未免太过骇人，先是擅闯佛堂，后又抗旨挖井，宫中规矩若被他这般踩在脚下，鲁后还有谁会把陛下和太后放在眼里？谢云长，
你入宫才几日，便闹得后宫不得安宁。臣是在查案，查案不是让你无法无天。太后娘娘息怒，谢思江毕竟年轻，又急着替谢大人翻案，一时失了分寸也是有的。谢云堂，臣在。你可知罪？我爹说过，皇帝不是完全不可信。臣知罪。哼，你倒是认得快。陈抗只为先入御书房，撕开北景，确有违宫规。但韩慎尸骨为真，北景藏尸为真，5年前禁军副将魏桃也为真。臣认违令之罪，不认查案之错。好一张利嘴！谢思察若将这份聪明用在守规矩上，也不至于如此。谢云堂抗旨违令，煽动禁中旧警，惊扰后宫，即刻革去公正司司察之职。谢姑娘，你走的也太快了。陛下让你来的。陛下也有他的苦衷。我要回谢府。已经来不及坐马车了。谢府出事了。陛下刚收到消息，谢府走水。陛下让咱家带你从西侧门出宫，不外备了吗？陛下说让你救人也救证据。告诉陛下，我先救我娘。快啊，再快点！我娘呢？小姐，夫人不见了。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是燕师傅交过的记号，我娘没死，她留下了暗号。姓谢。以前燕师傅教我开锁，我娘总在旁边看，我就是看看。现在想来，她不是不学，她是偷学了。你别过来！我娘呢？往西去了。谁打的你们？你娘。他拿琴砸的，还撒了一把石灰，我们兄弟眼睛都睁不开。他又用推车碾了我的腿。娘，糖糖，糖糖，你终于来了。娘，你怎么逃出来？我听见外头有人翻墙，又闻见火油味儿。我想着你爹说过，出事先保命，然后我就抱着他跑了。你为什么要带着一把琴？你爹临走前说，这琴要好好收着。他说往后或许能救谢家一命。这些年我谁都不让碰，就连打扫都是我自己擦。就是后来你天天练武，我怕你嫌他碍事，就把他放库房了。他说若有一日谢家出事，让我带着琴跑。陆氏上队，边关粮仓，京中内库，私兵临寨，这是陆相谋逆的铁证，难怪他们要火烧谢府。堂堂，这东西是不是很要命？是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回宫。还回宫？陆相要反。九门戒严，奉陆相令捉拿谢氏余刀。陆相动手了，比我想的还快。我们得把这份名单送到皇上手里。堂堂，你带路。娘虽然听差话，但娘这次肯定不拖你后腿。娘，我们走，跟紧我。好。站住！还好，琴没坏。这些人果然是死士。陆相在哪儿？陆相在城南。宫里谁接应？长乐宫。皇帝呢？被困御书房。太后呢？寿康宫封了。这是逼宫啊！娘，我们得快点了。陆贵妃从内宫逼皇帝，陆相从外宫打进去，说皇帝写下禅位诏，陆家就能名正言顺掌权。堂堂，宫门都关了，咱们怎么进去？京城西侧有一条废弃水渠，燕师傅年轻时走过。
糖糖，咱们真从这里钻？娘，你在外面等我。不行，里面危险，外面也危险。再说，这琴是我的陪嫁，我得亲自送进去。那跟紧我。还好燕师傅画过险图，我记住了路线。糖糖，怎么了？有油味儿。我娘耳朵不好，鼻子向来灵。他们要烧这里？不只是这里，水道连接宫中好几处旧殿。若这些地方同时起火，到时候后宫大乱，整个皇宫全都可能被烧，证据会毁，皇帝会死，太后也可能会死。他们在对外说是谢氏余党放火作乱，谁还分得清真相？真缺德！如果冯公公或者秋穗收到消息，也许能派人顺着记号查到。长乐宫有令，封锁各处宫门，寿康宫不许任何人进出。皇上和太后被关在2个方向。你去找皇上。娘，太后那里我去。不行，寿康宫现在全是陆贵妃的人。糖糖，娘虽然没你会打，也没你会查，但娘是妇人，年纪又大，他们不会第一眼就防我。你知道怎么救太后吗？哪来的？刚才那个被我拿琴砸晕的人身上摸的。我娘这些年在旁边看燕师傅开锁，真没白看。娘，你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出门在外，身上得有家伙。这是3年前他给我塞铁丝时说的话。糖糖，娘这些年常听岔话，闹了不少笑话，可娘知道什么时候该躲，什么时候不能躲。你爹在牢里，皇上在宫里，太后要是也死了，谢家就真说不清了。娘去救太后，你去救皇上。好。若我出事，你把这个给太后。别说晦气话。娘，这是证据。糖糖，娘这次要是听错了方向，你别怪娘。不会，这次我给你指清楚，寿康宫在那边。长乐宫的人和一批陌生禁军正在接管各处门禁。还算聪明。走快点！你们公正司的人一个个都不安分。哎呦！大人，别喊。公正司怎么样？沈长领被软禁，秋穗姐姐想去御书房送账，被人抓了。秋穗在哪儿？应是被押去长乐宫了。陆贵妃动作真快。御书房什么情况？长乐宫的人说，陛下旧疾发作，不见任何人。旧疾发作，这话骗鬼都嫌敷衍。那里有一扇小窗，平时用来通风，外面有铜锁，会开吗？大人，奴婢不会。还是得我来。谢云堂，冯公公，陛下在里面，陆贵妃也在。陆贵妃逼陛下写诏书。什么诏书？禅位。禅位给谁？陆相以太后懿旨为名，立宗室幼王为新帝，陆相摄政。好算计！里面有多少人？薛冲带了8人。8人，不算少，但还可以打。里面安静的可怕。陛下，写吧。太后也在我们手中，谢慧媛下狱，您现在写，还能保全体面。朕若不写呢？那臣妾只能请薛都尉代笔。陛下，臣等也是为了社稷。为了社稷，陆相私养兵马，勾结外敌，也叫为了社稷。陛下既然知道，就更该明白，您已经没有胜算。皇帝还在拖时间，他赌我会来。谢云查得太深，臣妾原本也惜才，可惜他不懂宫里的规矩。他若懂规矩，早就死了。陛下还惦记他，九门已封，谢府已烧，他和他那个蠢娘只怕早成了灰。陛下请。
桥来的有点慢，路上堵，九门封了，确实堵。拿下他！谢云堂，你还敢回来？你还敢站着？我为什么不敢回来？寒光一闪，谢云堂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还没，但你快输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太后娘娘出寿康宫了！什么？娘成功了！贵妃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陛下觉得拿下臣妾就结束了？我父亲已经到了承天门，宫门外全是陆家兵。陛下被妾室妖女挟持，太后受制，后宫有变，臣陆承璧奉天清君侧。谢云堂，宫门守得住吗？守不守得住不敢说，但他们想进来，得先从自己人的尸体上爬过去。钱，给。陛下，这是陆氏商队边关粮仓、京中内库、私兵营寨之间的银两往来，上面有押运日期、经手人、银数、粮数，还有陆相饲养兵马的暗线。丫的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记下，等案子结了，一并写进供词里。收好。陆氏通敌，借粮道养私兵。他当年果然留下了证据，不止血书。没时间了，必须让皇帝立刻知道他手里有什么。谢云堂，臣在。你做得很好。陛下，太后娘娘到了。太后来了，娘。看见她的那一刻，心才彻底落回肚子里。娘没走错路，没走错。太后娘娘，哀家信了你们陆家5年，信到皇后枉死，信到韩慎被罪，信到今日，你们竟敢软禁哀家，逼皇帝禅位。臣妾也是为了陆家，那就和陆家一起死。皇帝，母后，哀家随你上宫墙。母后身体未愈，再不去，外头就要替哀家说话了。百家承天门，谢夫人随行。她护住了证据，也救了太后，她有资格站上去。堂堂，皇上这是夸我吧？是，那就好，我没听差。账册保住了，人呢？秋穗救出来了，受了点伤，公正司能用的人都在这里，听你调遣。守门，把承天门内3道侧门全部落锁，长廊下铺油布，撒碎瓷，找花瓶、石凳、香炉，能砸人的都搬上城楼。春桃，把琴放远点，别再拿它砸人。宫中还有多少忠于陛下的禁军？羽林卫被分散了，但顾都尉应该还在东侧门。我曾听过这个名字，皇帝亲信。派人去东侧门，告诉顾恒，陆相谋逆坐实，陛下在承天门。咱家亲自去。你留下。谢云堂，你去。顾恒不一定信旁人，但你身上有泥、有血、有证据，你去，他会信。臣去。你已经不是臣了。那民女去。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计较这个？也是。我之前留下的墙上记号被人看见了，是秋穗。大人，水道里的火油大半已经截住，但还有2处通到外宫，继续截。你做得很好。是。站住！谢云堂，陆相要逼宫。
胜去呢？顾都尉若还记得韩慎这个人，就该知道现在要站哪边。韩慎真的死在北井？是。他没有私通后宫？没有。他没有畏罪潜逃？没有。羽林卫，随我护驾。等我们赶回时，承天门已经快撑不住了。陆承弼，哀家在此。太后娘娘受妖女胁迫，臣不能信。臣奉祖宗社稷，清君侧。哼，哀家活了半辈子，头一回听见有人替哀家说哀家被胁迫。陆承弼，你说清君侧，那朕问你，陆氏通敌私养兵马到边关粮饷，害死皇后，诛杀韩慎，这些罪你轻不轻？哈哈哈哈！陛下被妖女蒙蔽，竟拿伪证污蔑老臣。诸位将士，宫门救陛下！明珠，父亲救我！陆相说伪证，那请陆相认一认，这是不是你的人？禁军就不听令，韩慎副将魏逃是被陆贼所害，今日护驾者仍为大州禁军，随陆贼攻攻者，皆按谋逆论处。这句话比我的证据更有用。退者斩！撞门，攻进去！民妇手滑，滑得好。锁。这个老狐狸见势不妙，想跑，陆相必须活捉。谢家丫头，老夫真该早些杀了你！陆相，你是自己认罪，还是我先清你腿？你敢动老夫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父亲！陆承弼谋逆，押入天牢三司会诊，废妃陆氏，褫夺封号，幽禁冷宫。薛崇弑害韩慎，参与逼宫，押入慎刑司，严审同党。谢坏凡案即刻重审。谢云山殿前秦次，后查禁药，翻旧案，救太后。护驾平乱有功于社稷，特封禁中司察使，掌公正司，内库案簿，禁中密案，准以官身行走宫闱，直属御前。陛下，女子为官，恐不合旧制。旧制若救不了命，就改。臣谢恩。谢云堂，臣在。你可愿继续留在朕身边？臣愿。以官身，不以妃身。准。谢云堂不入后宫，他入朝堂。